还好祖上留下了这个民俗店，给我做点小生意赚学费。水友们，今天珊珊给大家直播探店，探的是一家民俗店，据说里面卖的冥币比真钱还像真钱。哎，小孩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家大人呢？随便挑，随便选，挑好选好，门口付钱。那要是我想看相算命怎么办？总不能你给我算吧？你一小屁孩算得明白吗？我看你掌握亚洲3大邪术——整容、化妆、美颜，已经遮蔽天机，确实没办法算。当然，如果你非要说的话，出门当心泥头车。你说什么？呸！怎么就忍不住说出来了？不好意思，看书太入迷，胡言乱语。你知道我要被车撞死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唉，眼睛盯着屏幕走路，直播声盖过马路噪音。你不出交通事故，谁出交通事故？这样吧，给你打个折，算赔礼道歉。冥币？你给我冥币？别客气，送你，拿着，路上用得着。晦气！你什么身份，我什么身份，用得着你送？跟外面的不一样，我这是天地金行的硬通货。神经病！家人们看到没？这种看店的小屁孩就是欠教育。我劈头盖脸骂他一顿，他连嘴都不敢回。珊珊威武！珊珊威武！不过人家也道歉了。道歉有用，要治安干嘛？一个卖纸钱的，真以为是神仙？家人们，咱们走，制裁下一家。丢车！哇，感谢哥哥送的大火箭。瞧我这嘴，怎么就说出来了？泄露天机，又损0.01年阳寿，本来就福薄命浅，可不经折腾。那现在岂不是只剩下了196870减0.01等于？还好够用，反正真正要命的事儿还在后头。你好，有什么能帮到你？你好，周瑾，金华电视台记者，金华大学客座教授，耽误你几分钟？不接受采访。就几个问题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朱雀玄武敕令。我是说身份证上的真名。周天子为大帝。年龄19万。职业关天宗第47代掌门。个体工商户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刚才门口发生一起车祸，你知道吗？听到了，没出去看。死者向山，网络主播，在你店里发生口角后出门，随即遭遇车祸，是这样吗？全程是他在骂我，我一句没还嘴，还道歉了。不信查监控。但有网友举证，你对死者说了一句“出门当心泥头车”。我看书看入迷了，随口瞎说的，被他骂了5分钟，最后送了东西才了结。网友说你是算命算出来的，你提前知道他要出事。网友的话能信？什么算命、封建迷信？21世纪了，不兴那个。那你为什么送他冥币，还说路上用得着？我这店里也没别的东西可送啊，总不能送花圈吧？那他不得打死我？能看看你店里的冥币吗？无酸酯，变色油墨，冥币有必要真到这个程度？传统文化，我这是匠人精神，这个就不送你了，你还年轻，暂时用不上。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很多东西科学解释不了。有人说，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，要相信科学。素材不够，晚点再来补几个镜头。还来？我是说随时欢迎。金华大学是私立大学，学费加住宿1年50万，人重道远，还惹上了记者，麻烦。不过也好，人多了，生意也能好做点。开门！算啥呢？欠了几年的房租，先给我还清吧！
大师，古某有事相求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谁呀、架势这么大？我也想算，大师看看我。还要对着店名牌啊，帮忙宣传宣传。我不是大师，也不会算命，要买东西随便看，不买能不能让让？哼，既然陆先生不愿说破，那古某也不为难。店里这些东西，我全要了，开个价。那怎么也得这个数。给大师拿10万。啊，我说的是1万。小事儿，多出来的算古某的挂钱。不是，我真不会算。怎么不会？你会得很。房租我先收了啊，小陆你好好给人算。因果已成，也是你的缘分。我操！你们看到没？他刚才还在嘻嘻哈哈，突然气势都变了，这眼神好吓人，像能看穿人一样。拍下来了！果然不是幻觉，准不准的无所谓，光看这个气势就值了。一生平安富贵，无病无灾。不过你一会儿出门倒车的时候注意后方，这条街巷子口经常有车飞出来，特别是一辆车牌尾号187的丰田，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经过，开得跟不要命似的。对了，商品打包送哪儿？欢迎下次光临。这是你算出来的？不是啊，我天天在这儿看店，闲得连门口过几只蚂蚁都数得清。多谢。就这，10万块就换一句注意安全，车牌号都能算出来，装模作样，是瞎猫碰死耗子吧？算命，心诚则灵。既然大师开口，古某自然照办。你也太迷信了，注意交通安全谁都会说，哪有那么巧？真有尾号187的风。陆先生，昨天的事儿古某服了，今天再来是想请陆先生再指点一二，钱不是问题。记者同志来得正好，这位真是活神仙，他连车牌尾号都能算出来的。你就别来拱火了，行吗？同一天，同一个路段，2起车祸，你都精准预演。陆老板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不，说明2起事故都在你的预料之中。网友都说你是神算，你怎么看？那可不，大师神机妙算。这还用算？那辆丰田是对面老板的，他每天早上6点出发，下午3点收工回来，准时准点，开车还特别忙。我看时间差不多，就提醒了一下。就这么简单？不信你们自己去问，街坊邻居都知道这辆车。可是大师，你当时那个眼神，分明不是随口一说。老哥，算命什么的都是骗人的，要相信科学。有那功夫信算命，不如倒车时候多看看后视镜。回去睡一觉吧，醒来就都忘了。采访结束了，那我也该关门了。采访的公事结束了，但我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要相信科学。我知道规矩，天机不白看，这些都给你。先说好，算命看相这些封建迷信我一概不会。不管你会不会，我就想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。对了，你们家6口人是都信这些，还是就你一个？就我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家6口人？你是老大，父母加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你爸30岁那年做了个梦，梦到自己站在悬崖边，下面是条血河，半空有个红衣人说此命不全，需补3子方可化解。然后你就出生了，接着是你弟弟妹妹。你还说你不会算命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刚才看到了你钱包里的全家福？那我爸的梦呢？照片能看出来。不能，那是我编的。你买1送1，再送你一卦。你还有个男朋友。这次是从戒指看出来的吧？不止，我还看出来你最近在请私家侦探调查他。你确实该调查，因为男朋友在外面还有个女朋友。要不你现在回去看看。你们别瞎说，我男朋友比很多男人都体贴。我加班到凌晨，他会在楼下买蛋糕等我。你们看，我说吧，差点误会他了。你女朋友不在吧？我在楼下等了半天了。放心，她今天有采访任务。你说过要跟他摊牌的，到底什么时候？快了，她那边我会处理，你别急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
蛋糕别放冰箱，放床头更方便你们用。你怎么会在家？你不是去把直播关了？这是我家，我回来还需要请示你？关直播！还有你，只会在网上装神弄鬼的骗子，有本事现下来抓我！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奇怪的要求。王瑶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名字？周瑾，你感情上虽然有结，但好在事业上要时来运转了。给你们台长打个电话吧，准备升职。你神经病吧？在这装什么大尾巴了？1992年生人，籍贯江城，身份证42开头37首尾，涉嫌诈借倒卖商业机密，数罪并罚，一审判决未执行，在逃7年。王瑶，你这行走的50万有牢狱之灾喽！你闭嘴！站住！各位观众朋友，现你们看到的这位女士是活生生的 B 级通缉犯，在逃编号20204237，她现在的位置是江城市花语小区6栋1402室，请附近的治安同志注意。离了大谱，这次又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大师牛逼，我怀疑是大师把逃犯定住了。你看，你这升职的机会不就来了？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？通缉令是社会公开信息，我又不瞎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挑男人的眼光确实得长进长进。王瑶，你被捕了！我动不了了，是鬼，有鬼！你又是什么人？热心市民陆先生。他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刚才一动不动？可能是突然看到治安叔叔下江了，普法教育做得大，犯罪分子心里怕。是吗？弹幕都说是你把他定住了啊！要相信科学。治安同志，人抓到了，我先下了。搞定，又积一功德，折损的阳寿算是补回来了。但50万学费还是没着落。陆大师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好说，折现。啊？你不是问怎么报答吗？给钱就行。我这人比较实在，先来50万吧。5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但我知道一个能赚大钱的路子。最近我们清华大学出了怪事，校方找了侦探事务所，高额悬赏，谁能解决，奖金100万。什么怪事？具体情况不清楚，但我可以带你去现场。负责的探长是我表哥。终于来了，终于能去清华大学一探究竟了。表哥，我给你找了个高人来。周姐，你胡闹什么？这是案发现场，不是你搞直播的地方。他真的很厉害，我男朋友我前男友的事儿就是他帮忙解决的。就他一个穿着道袍的小屁孩，你多大？19万。19！我让你找大师，你给我找个逃课的学生，案子火烧眉毛了，别给我添乱。表哥，你先别急，你先看这个。不过你一会儿出门倒车的时候注意后方，这条街巷子口经常有车飞出来，车牌尾号187的丰田，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经过。基于大数据的行为分析和概率预测，这是科学。1992年生人，籍贯江城，身份证42开头37首尾，一审判决未执行，在逃7年。王瑶，你被捕了！这回不是巧合了吧？你怎么解释？强光刺激导致的短暂性应激障碍也是科学。行了，跟我来吧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清华大学，我终于来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魔鬼怪快显形！哎呦，此地煞气好重，撞得我天旋地转。各位大师，看出什么门道没有？曹探长，此地怨气冲天，必有厉鬼作祟，需贫道开坛做法，费用得加。非也非也，依我看是风水被破，阴气外泄，得请个金佛来镇压，88折。你在干什么？做题啊！马上要上大学了，我怕跟不上进度。我让你来破案，你来这儿备考，两不耽误。你们说的那个鬼敲门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别急，你看，他来了。
真的有鬼！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就是来混口饭吃的，我根本不会捉鬼，放我离开吧！曹探长，贫道法力不够，告辞。钱我不要了，我上有80小儿，下有3岁老母啊！就这水平，你雇他们来干嘛？那个刚才那声音是……他妈的，是他在敲！住口！谁敢再动一下，就按诈骗罪给你送进去。来的时候牛皮吹上天，现在想跑，晚了，都给我留下！鬼敲门有什么好怕的？那该怎么办？你给他开门不就完了？开门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不开门他怎么进来？不进来你怎么知道他想干嘛？行了，都别吵了，等午夜12点吧。Abandon, ability, abnormal。陆士武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这栋楼连续3周每晚12点准时出现异响，已经有2个学生吓到退学了。你要是也怕，现在还来得及走。知道了，赶紧开始，我回去还得刷套4级卷子呢。你别吓人，人吓人吓死人，知不知道？这次真不是我。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学习了？你干什么？别去！说了啊，给他开门。走了？就这么简单？怎么回事？都说了，开门就行。人家就是想进来看看，你们不开门，他当然生气。进来吧，别在外面站着了。白衣女鬼，索命来了！谁是鬼啊？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，这栋楼是我宿舍，你们隔壁半夜又砸墙又砸门的，吵也吵死了。明天我还有英语4级模拟考的。我不是让你搬走了吗？这世界上就没有鬼，凭什么搬？又请了一个神棍。没时间解释了，你先过来。我可没兴趣参加你们这歪门邪道的聚会。守夜捉鬼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信这种东西？让我猜猜，下一步是不是该熄灯了？小雪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坐下来了？你看看你写了什么，你不害怕吗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这写的有可能是歌词。我的手又抽筋了，停不下来。他劲儿怎么这么大？完了，他疯了！字太丑了，连个英文单词都写不好，不懂规矩，我教你。大学生英语4级听力考试开始，听写。第一个 abandon 写，不会写。下一题 ability 笔画虚浮，结构松散，重写 abnormal 不是，我怎么在写英语？小雪，你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刚才都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是在备考英语4级吗？你考前压力太大，急性梦游症印象发作。重复书写单词能够治愈人心，缓解备考压力。这套真题试卷建议多读多背。别骗人了，就是你镇压了那个东西。大师，您真是法力无边。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法力，更没有鬼，要相信科学。陆先生，刚才那个真的是鬼吗？那女孩真的没事了？什么鬼？哪有鬼？你看到鬼了？哦，对，考前焦虑症就是焦虑症。既然小雪没事了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大师，刚才您的手法能否指点一二？我愿意拜师，学费好商量。我不收徒，我自己有个小店。不如跟我合作，我那边年流水好几百万。哦，我这边每单差不多几百亿到上千亿吧。失敬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打扰了。打扰了。你到底做什么生意的？我怎么不知道青州有这么大交易额？他卖冥笔的。啊？好了，说点正事吧。说好的助学金100万，行，我明天就给你办。小兄弟，
我知道你有真本事，我想拜托你暗中照看点我这个表妹。没空，我来大学是为了学习科学，不是来当保镖的。别人我不放心，我这表妹你也看到了，她从小就容易招邪，极阴之体。这种体质，走到哪儿脏东西就跟到哪儿，是个天大的麻烦。但反过来想，3年前动封印的人还没找到，他就是最好的诱饵。麻烦归麻烦，这忙得帮。保护同学，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什么封建迷信，我才不需要保护。周清雪，周清雪，怪事，卷王今天居然没来？不会吧？周清雪可是连高数课都坐第1排的狠人。最后一次，周清雪同学旷课，记一下。我听说啊，上次宿舍楼那个笔仙事件就是冲着他来的，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带走了？乌云盖顶，极阴反噬，这姑娘果然不省心。人不见了，清雪不见了。别急，说清楚。我查了，女生宿舍没有监控，交通记录、出入境记录什么都没有，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找了侦探没？我就是侦探，大师，不，陆同学，我知道你不信邪，但真没办法了，求你帮我算算，她到底去哪儿了？封建迷信要不得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你手里有没有他的私人物品？只有一块手表。书香雅苑1703，快去！这是清雪租的公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手表地图有定位共享的。反锁了，等着，我叫开锁公司。来不及了，效率就是生命。好重的阴气，太有危险。糟了，煞气入体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阿弥陀佛，救人要紧。我这是在救你。救我？那你脱我衣服干嘛？我没脱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根本就没穿衣服。走开！你给我把门关上。关好了。我是让你关上门出去，不是让你把门关上进来。哦，早说嘛。陆师傅，你回来，把我的衣服还我！曹探长，这属于医患纠纷，得加钱。表哥，快把他抓起来，他是个变态。小雪，你误会了，你失踪了，他是在找你。找我？那我衣服是怎么没的？你当时中了蛊，蛊毒顺着水汽侵入，必须隔绝源头。蛊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编故事也编个像样点的。蛊毒暂时被我压制了，但源头不除，它还会发作。那怎么办？现在不能解，不然打草惊蛇。源头应该就在他身边，最好当心点你近期接触的人。陆同学，救命之恩我会记住，但我是学物理的，不能接受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。表哥，学生会长约了我参加古先生的晚宴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我答应过你姐，必须找人看着你。陆大师他不需要保镖，我更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。你别跟着我了，好不好？身中蛊毒毫不自知，你就庆幸我在你身边吧。要不是受曹探长所托，我也没空管你。你吸引美女的招数也太老土了。清雪，你今天真美。谢谢你，赵同学。你小子识相点。清雪是校花，也是你个神重配纠缠的。小爷我是学生会长，苏清雪舔狗是吧？你，赵同学，我们走吧，要迟到了。法拉利488，最高时速340，你这辈子都追不上。陆大师，要不我给你叫个车吧？不用，开车绕路，2点之间直线最短。妈的，这什么破路！早知道走另一条了。安静点吧，大家都在等。也是，总比那个穿道袍的神令好。他呀，现在还在后面吃尾气呢。
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过去了？这是什么？这不科学！刚才肯定是眼花看错了，居然看到有人在高架上飞。清雪，你看，还是坐我的车快。那位贾大师就在后面好好锻炼身体吧。这不法拉利吗？怎么才来？我可乐气儿都跑没了。你怎么可能在这儿？你飞过来的？这不可能，那可是20公里。地图显示的距离是路程，我走的是位移，这很科学。先生，请出示您的请柬。我没请柬。陆大师，你不是会飞吗？你倒是飞进去啊！哦，那好的。这什么？清雪，周老师，今晚的压轴藏品传世血玉，我志在必得。我操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让我飞进来的，装神弄鬼，哗众取宠。天哪，这成色真是绝了！果然名不虚传，好漂亮的玉。这就是传世血玉，这成色不对，表面霉斑都没处理干净。还有，那盏吊灯的螺丝总是歪的。各位来宾，起拍价100万，300万。某些神棍恐怕连起拍价都付不起吧？300万零1块。友情提醒，这玉不能买，阴气太重。我买它是为了做慈善。笑死人了！400万，400万零1块。你他妈是来捣乱的吧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在帮你装逼啊！你看，你本来要出100万的，我这么一操作，你只需要花1000万就能买到了。1000万，1000万零1块。你还加？算了，不加了。这个价位的冤种我不当，还是让给赵公子吧。成交，恭喜赵公子。清雪，这无价之宝，只配你。别碰！买不起还不让别人碰，睁大眼看清楚，这是血玉，这叫失沁。红色是木穴霉菌，长期接触对身体有害。另外，赵公子，你现在站的位置，建议往左挪2步。又装神弄鬼。霉菌是慢性的，但倒霉是急性的。我不是装神弄鬼。是你头顶那盏吊灯，恐怕会对你造成血光之灾啊！我就站在这儿，看哪儿来的血光之灾！小心！妖法！他用妖法害我，抓起来！什么妖法？我刚才提醒你了，螺丝松了，让你挪2步，你不听，这叫降种不听劝，不叫血光之灾。快去请清虚道长，让真正的大师当众揭穿这个冒牌货。各位来宾，刚才的血光之灾，就是宴会里混进了一个扫把星。为了驱除此人身上的邪气，我特意请来了清虚道长祈福。看见没，神棍，这才是真正的高人。你个骗子，识相就自己滚。建议包扎再紧一点，能有效防止智商进一步挥发。天有3奇，地有6仪，天地神袭，听我号令，吃！哇！真的有法术啊！这也太神了吧！此地确有不祥，乃因一扫把星混入其中，妖气冲天。听见了吗？连清虚道长都说你是不祥之人。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，你应该主动退学，滚出清华大学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确实有话要说。
白磷加二硫化碳溶液，燃点极低，二硫化碳挥发吸热后，温度达到白磷着火点，自然起火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贫道的纯阳内力所化三昧真火。内力，道长，你也没念过9年义务教育，白磷自燃，初3化学下册第62页的知识点。擦擦手吧，白磷有剧毒，沾皮肤上不易清洁，当心把手烧烂。一派胡言，你这是在侮辱道门。对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。道长，别嘴硬了，你这障眼法也就骗没上过学的，鬼真来了，你搞不定的。庶子狂妄！今日便让你见识真正的玄门正法，此乃千年血玉，内蕴灵气。贫道今日便借此玉灵力，让你心服口服。来，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宝贝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手烧起来了！果然，朱砂层已经氧化分解，汞化合物正在渗出。不好，此物有诈！妖孽休得放肆！坏了，朱砂碎裂，汞真气正在扩散。这什么味道？头好晕，有毒！我斗不过，大家快跑！有毒气，快跑！小雪，快走！糟了，他离碎玉最近，吸入量最大，蛊毒被血玉引动了。煞气真正的目标是周清雪。周清雪，看着我，别往那边看，捂住口鼻。极阴之体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差不多得了，大庭广众的，影响多不好。小雪，陆师武，快逃啊！你拿麦克风干什么？肃静！肃静！陆师武，你在干什么？根据刑法第140条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含汞文物未经脱毒处理仍公开拍卖，致使数十人中毒，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又及第115条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致人负伤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权之言或者死刑。数罪并罚，我判你魂飞魄散，永不重生。刚才那难道是鬼吗？刚才那些红色烟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鬼？那是血玉里的汞蒸气氧化产生的群体性置换。可是刚才我明明听到惨叫。大家记住，不管碰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，先找科学解释，再拨打120和110。法律和科学才是破除一切牛鬼蛇神最有效的武器。我的玉，1000万啊！陆师武，是你用妖法炸了我的玉？是陆大师救了大家的命。放屁！道长被他赶走了，血玉也被他毁了。喂，爸，有人在古叔叔的宴会上搞破坏，快派人来抓他！保安部，马上到宴会厅，有人闹事。收到，马上到。我爸是校董赵东海，在京华得罪我赵天宇，让你牢底坐穿！无耻！这婊子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反了！保安呢？都给我上！弄死他们！顾先生到！
叔，您可算来了！这群混蛋炸了我给您送的祥瑞血玉，还当众行凶。您看我的脸，都被这疯女人打肿了。刚才这一巴掌，是你打的？是他满嘴喷粪，侮辱陆大师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顾叔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你不该用这种打法。啊？打这种混仗，你得左右开弓。恩人，古某管教无方，让您受惊了。若非您那日神机妙算，古某已是车下亡魂。顾叔叔，您清醒一点，这小子就是神棍。我爸是京华校董，绝不能让这种骗子混进学校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小子为了红，搞直播专门请个演员配合演戏。这种靠造假博眼球的人，要是进了京华，简直是学术界的耻辱。我现在就通知教务处复查你的入学资格。只要我赵家在校董会一天，你就别想踏中京华。你说这个演员是骗子？对，这倒霉蛋车祸演得那么逼真，肯定是特效合成的。看这背影，就是个演技浮夸的暴发户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你说的倒霉蛋暴发户就是老子！什么？赵会长真是慧眼如炬，连古先生都能认成群演。原本古时要联合赵家投资文旅项目5000万，但看你这是非不分的德行，这笔钱没必要投了。顾叔，合同都快签了，这钱与其喂白眼狼，不如支持陆大师的科学。这5000万直接转赠给陆先生个人，作为他在京华大学的专项科研经费，即刻到账。蛊毒爆发了，马上清场！我去，这也太吓人了！它不会传染吧？蛊毒通过消化道进入体内，不是空气传播，源头就在这间屋子里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害清雪？这个女孩是谁？这是小雪的闺蜜黄香云，生物系的，她们关系最好，几乎形影不离。那清雪吃什么喝什么，她最清楚。你们是谁？清雪，清雪，你怎么了？香云，我是清雪的姐姐周瑾。姐姐，清雪的情况我知道，她这是老毛病了，我一直在照顾她。苗医的汤药马上到，你们先回去，人多她需要安静。人家闺蜜来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撤？苗医正好，我跟苗医学两招。那我去拿给清雪熬的药。今天不把蛊喂下去，清雪撑不过明天，我也撑不过明天。昏迷患者禁止进口进食，你是想救人还是想杀人？这是救命的偏方，你不懂，不喝清雪会死的。我是不懂偏方，但我懂食品安全。既然你是她好闺蜜，这汤你先喝一口，没问题，我就让你喂。我体质弱，虚不受补，喝不了。你别逼我，快让我喂她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虚啊，我不虚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别，这个不能乱喝，那是给清雪的。我不能再害一个无辜的人。这么舍不得，那我非喝不可了。3、2、1，他要倒了！我说了让你别喝，别喝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？姐姐大哥，赶紧送他去医院洗胃。味道有点苦，下次多放糖。汤有问题，周清雪平时喝的水，恐怕也不干净。我去，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清雪一直在喝这个水。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新品种？高蛋白添加剂？那是冬虫夏草，对，是名贵的补品。哦，原来是冬虫夏草。既然是补品，那可不能浪费。这虫草很新鲜，鸡肉味儿，嘎嘣脆，蛋白质是牛肉的6倍。你还有吗？我有点饿了。味道不错，就是量太少。还有别的零食吗？比如油炸蝎子、炭烤蜈蚣之类的。怪我，你是怪我！是谁指使你的？说出来，我帮你。
母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别往我这儿飞！别往我这儿飞！快跑！失血飞骨，见血封喉，我控制不住了。跑什么跑？饭还没吃完呢。别慌，问题不大。菊醛类药物通过神经毒性触败害虫，在密闭空间内使用，效果翻倍，科学除虫，安全又环保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吧？是谁指使你给周清雪下毒的？黄香吟，小雪那么信任你，把你当亲姐妹，你为什么要害她？你真的能救我？先救不救得了你，取决于你说不说实话。是清虚道长，是他逼我的。清虚道长，宴会上那个骗子，他是故意装的，养蛊操蛇才是他的真本事。他给我下了子母金蚕蛊，母蛊在他身上，子蛊在我体内，我必须用蛊毒引爆基因之体，他才给我解药，否则我就会被子蛊啃食内脏，痛不欲生。我没办法，我是真的没办法啊！这老道在宴会上是装的，真正的目标是周清雪。我的肚子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大师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现在知道求救了，你给别人下蛊，自己也被人中了蛊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个提线木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他的本命金蚕蛊，被人远程催动，是主要。是我对不起清雪，这条命我还给他。陆老弟，他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至死，毕竟是一条学生的命啊。那老道士怕暴露，急着远程灭口，现在只有救下他，才能顺藤摸瓜，端了那个清虚的老窝。陆大师，现在怎么办？中了金蚕蛊，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打得他吐出来。好了，物理洗胃成功，下一位，该去救你的好闺蜜了。小雪，小雪，没气了，陆大师，蛊虫不是出来了吗？母蛊被毁，子蛊反噬心脏。陆老弟，你见多识广，还有办法吗？3分钟内必须把心脏附近的毒血吸出来。我来。你嫌命长？他说的对，这是金蚕蛊毒，腐蚀性是硫酸的10倍，普通人沾之即死。现在怎么办？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平时就喜欢吃毒虫，对各种毒素有一定抗性，可以试试。那太好了。就是治疗过程不太雅观，你们最好回避。现在还剩1分钟。不救他，线索就断了。清虚道长2次3番针对极阴之体，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，必须找到源头。好舒服。我还想要。治病就治病，怎么占人便宜呢？我们是纯洁的医患关系。好疼，别碰那里。那我走了。你别走，继续嘛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满足你。清雪在哪儿？我请了金华最好的医生来救你。你别进去，陆大师在里面。让开！什么陆大师，就是个骗子。好疼，别碰那里。里面在干什么？陆老弟在救人，清雪中了毒。这是救人的声音吗？这是造人的声音。若是我，你个畜生，我杀了你！小公子冷静，陆老弟是要吸出毒血来救人。救人？他整个人都挂他身上了。还要？噗！你还打他？当着我的面你还打他？我忍不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的裤子，我的腿！说了在治病，很危险，不让进，非要往里面挤。
一口血没憋住。行了，毒清了，人没事了。蛊毒消散了，真的没事了，谢谢你，陆大师。他就是个占清雪便宜的流氓，你们别被他给骗了。拔罐排毒不是很科学吗？比起我，你更该担心一下自己。金蚕蛊毒沾之极烂，3分钟内不处理，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当姐妹了。陆师傅，你给我等着！姐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我的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中毒了，给你拔了个火罐。骗子，哪有在脸上拔火罐的？你用什么拔的？用嘴。你流氓！清雪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毒是我下的。陆大师是为了救你，才冒着生命危险帮你吸出毒血的。子母蛊，襄阳，你是生物系高材生，怎么相信这种封建迷信？我是苗疆蛊族后人，从小跟着阿婆学养蛊，认识你3年，现在告诉我你是蛊女。襄阳，这玩笑不好笑，是真的有人指使我给你下蛊。什么下蛊？那就是寄生虫导致的食物中毒。再说了，我一普通大学生，人家凭什么针对我？因为你体质特殊，我年年体检都正常。你们别被这神棍洗脑了。姐，你倒是帮我说句话呀！以后要听陆大师的话。那清虚道长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他每隔7天都会去游泳池做法。游泳池？就是3年前淹死过人的那个废弃游泳池。曹探长，我需要近3年所有溺亡案件的卷宗，所有这些怪事全都指向3年前，我必须查清楚真相。清华大学游泳池每年都会淹死2个学生，一男一女，不多不少。每次尸检报告都指向意外溺水，民间早就传遍了，说池里有水鬼索命。对，每年校方请来做法事的就是这个清虚。哥，能查他吗？没用的，年年有人查，年年死胡同。清华的案子没有校董会批问，谁都动不了。校董会又是赵家在搞鬼，那就自己查。今晚我们去会会那个游泳池。那个陆老弟，今晚这行动有点邪乎，你能不能给哥画张符护身？都说了要相信科学，求个心理安慰嘛，科学的防身。可是我不会画符，随便画一个，只要是你画的，我都信。你这是？葫芦娃3娃，铜头铁臂，刀枪不入。不过练门在屁股，别被偷袭后方。好冷，这水里好像有东西。好重的杀气，3年6条人命都死在这个游泳池。清虚道长让他们炼制邪物，今晚必须阻止他。基因之体，终于等到你了！废什么话？你们歇着！这种装神弄鬼的罪犯交给我！别冲动，水里有探长办案，举起手来！我操，陆老弟，葫芦娃是真的，我铜头铁臂，我刀枪不入。别得意忘形，3娃是有弱点的。啥？清雪，周静表姐，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们，这次算我还债。来得好，都是我的养料，吃光他们！表哥，小鱼，快打消防电话来抽水！来不及了。你要下水救他们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陆大师全靠你了。陆大师，他跑了？什么大师？就是个骗子，懦夫！什么狗屁大师？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交出基因之体，剩下的人就乖乖成为水军大人的养料吧！只要速度够快，利用水的表面张力和飞牛流体特性，人就能在水上跑，这就叫流体力学。不可能，这不科学！压强等于压力除以受力面积。现在该清算你这条漏网之鱼了。小子，你毁我妖兽，坏我修行，我背后的人不会放过你的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这条蛇妖背后还有人。
清虚道长只是个马前卒，3年前的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。安倍大人，计划失败了，那小子太邪门了，水军大人被他杀了。废物！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基因之体抓回来。基因之体是打开龙脉封印的钥匙，大夏龙脉一旦为我阴阳宗所用，天下修士无不俯首称臣。你连一个小丫头都抓不住，还有什么用？大人饶命！我还……隔空咒杀是阴阳术，极阴之体是钥匙，龙脉封印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。阴阳宗觊觎大夏龙脉已久，这清虚道长只不过是个急先锋。我必须留在清华大学，保护周清雪，守护龙脉封印。差点死了，陆老弟，你那符也太神了。没什么神的，那是你的心理暗示。蛇妖呢？这么大的妖怪就在我面前，这也是心理暗示？一条基因突变的巨蟒而已，这合理吗？这都快成精了。核废水听说过吧？排海里，被鱼吃了，鱼被蛇吃了，产生变异很合理。那清虚道长你怎么解释？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，跑了呗。我跟过去看了下，年纪一大把，跑得太快，半路心梗猝死了。他走之前还喊安倍大师，听着像个东瀛人的名字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现在都解释得通了，一切都是境外势力的阴谋。陆大师，跟您汇报一下，学校用您那笔基为新设立了一个文化交流项目，刚从东瀛请来一批学者，带队的教授叫安倍明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安倍明果然来了。清华大学门口怎么放着这种野蛮之物？煞气冲撞，有碍观观。胡说八道！这对石狮是我们光华的100年象征，你们根本不懂大夏文明。安倍先生真是慧眼如炬，这对石狮子早就该换了，不破不立嘛。都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拆了！张天宇，你凭什么破坏学校的文物？就凭我爸是校董，这是校董会的决定，谁敢阻拦就是妨碍学校发展，破坏对外友谊，给我拆！这是我们东瀛赠予所校的文明之神。怎么突然闷得慌？是啊，头晕恶心的。锁龙钉，这是东瀛阴阳术的镇龙之法，一旦钉入龙脉血液，龙气就会被抽走，整个清华大学的气运都会被它吸干。都散了，谁敢破坏，一律开除学籍。陆大师，那东西不对劲。自从立了2座雕像，我体内的蛊虫就躁动不安。你肯定有阵法太破局。哪有什么阵法？要相信科学。都是自己人，你就别演了。我们苗疆虽是旁门，但也认得出道家正宗。按老时候的规矩，你是我们的主人。行吧，主人决定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让我去破阵，可是我不会阵法。买一支毛笔，1桶红油漆，今晚子时照着这个写。记住，字要大，要醒目。要知道，大夏文明5000年，有些文字天生就能镇邪。今天是我校的荣幸，东瀛安倍教授文明的雕像取代了我们落后的石狮子，掌声欢迎安倍教授揭幕！肃静，都给我肃静！这是谁干的？保安，保安呢？我就说吧，大夏文字镇压一切歪门邪道。朱砂漆破坏了雕像上的阴阳流符文，龙脉气眼保住了。又是你干的！我可是守法公民。那你笑什么？我想到好笑的事儿。八嘎，岂有此理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。这里是反诈中心，谨防重金求子、办证刻章等骗局，切勿轻信陌生人，保护个人财产安全。可恶，锁龙钉被破坏了，看来必须换个方法，夺得极阴之体，开启龙脉封印。该死的陆师武，我要让他在金华混不下去。对付不听话的女人，我们东瀛有更优雅的办法。这神乐之水，一滴入酒，它就会对你咽体即走。怎么用？
今晚晚宴，周清雪是学生代表，必须出席。她无法拒绝你的敬酒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蠢货，这是离魂水，能让极阴之体的灵魂与肉体剥离，届时我便可轻易炼化。清雪同学，之前多有得罪，今天我当着所有师长的面郑重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喝下这杯和解酒。过去的事就算了。哎呀，清雪同学不胜酒力，我送她去楼上客房休息。陆兄，何事如此匆忙？陆兄，科学能解释你的脚为什么动不了吗？静电吸附现象。你看，摩擦起火就能解除静电，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糟糕，起火了！天干物燥，有人发烧，我去做一下消防检查。清雪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在金华到底谁说了算。陆氏武这神棍护得了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快动啊，动起来！我动不了啊！陆师傅，救救我！情况不对，那个姓陆的消失了，快动手，迟则生变。这可是18楼，他还能飞上来不成？放心吧。陆师傅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放心，安倍大师已经困住陆师武了。今晚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消防检查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这间房里有人欲火太旺，烧起来了。陆师武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呀，看来这里有人欲火焚身，火势很大呀。我来帮你灭灭火吧。你他妈疯了！公共场所禁止乱扔乱放易燃垃圾。我能动了。清雪，你醒了，你刚才鬼压床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正准备救你，这小子就冲进来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。跟我没关系，一定是这酒店不干净，有鬼。没错，这里确实有鬼。没错，这里确实有鬼，有个色鬼。胡说八道！这纸人是安倍教授给我的护身符，能驱邪，我看邪祟就是你。明明是你。天宇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安倍先生，您来的正好。陆师武污蔑我，烧了您的护身符，还说您是邪魔外道。东瀛阴阳道传承1000年，你这是在公开侮辱大和文化。我要与你对决，明日5时，金华体育馆。没空，明天期末考试。怕了？我是怕你吗？我是怕挂科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当众道歉，即刻离开大夏。他这么急着要跟我决斗，说明我挡了他的路。他在金华大学布下锁龙钉，目标直指地下的龙脉，所以只要他还在大夏一天，周清雪就永远是他的目标。这一仗迟早要打。行吧，全当是科普了，让大家看看封建迷信在科学面前不堪一击。如果你输了，承认自己造谣生事，然后滚出金华。安倍先生，您一定要替我出气。放心，明天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。对了，那周清雪，神乐之水半个时辰后药效完全发作，到那时他会神志不清，浑身燥热。半个时辰后，他岂不是会去找陆师武？老子辛辛苦苦布的局，最后全让他捡了便宜。急什么？明天我赢了，陆师武滚出金华，周清雪还不是你的。明天？可是明天他已经变成陆师武的形状了呀！
好热，我好热，抱我。醒醒，你被人下药了。我不管，你抱我。小雪，你怎么样？赵天宇那个混蛋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中了安倍明的神乐之水，神志不清了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清醒一点。你抱我。我明白了，是药，药就在他嘴里。陆大师，你歇着，上次治疗蛊毒的时候你教过，这题我会。别，这次的毒不是上次那个解法。头好晕。都给我进来吧！物理降温，这很科学。好冷，别推开我，抱我。我观天宗历代天师，哪经历过这种考验？师傅，徒儿快顶不住了。曹探长，就是这里，清雪中了安倍明的神乐之水，那毒药相当霸道，清雪他……安心，有我陆老弟在，稳得很。别说区区一个东瀛阴阳师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伤不了我2个表妹一根汗毛。也是，主人实力强大，生吞蛊虫，脚踩蛇妖，这点小毒洒洒水了。走，咱们进去看看，他们估计已经结束战斗了。抱抱我，好冷好冷，我也要抱。我没看错吧？里面有几个人？不是，陆老弟，你到底是我哪个表妹的妹夫？我是你祖宗，还不快进来帮忙！大家看清楚了，一个靠装神弄鬼博眼球的骗子，今天就要在安倍大师面前原形毕露。他真的行吗？安倍明可是空手道黑带7段。放心，陆大师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你甚至不愿换上武道服，这是对决斗的亵渎。你穿的再专业，也改变不了挨打的命运。狂妄！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大河谷武术的厉害！好，过肩摔，陆老弟牛逼！姐，你看懂了吗？看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杠杆原理，找到合适的支点，就能撬动整个地球。这是小学物理，大家都应该掌握。八嘎，你成功激怒我了，你值得我动用真正的力量。体术不过是蛮力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东瀛真正的阴阳术。魔术，这是魔术吧？魔术，魔术吧！安倍教授威武！我靠，什么情况？空调开太大了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阴气，他召唤了式神！安倍明教授加油，用真正的玄学打倒陆师武这个骗子神棍！别慌，不过是些废纸。体育馆内严禁乱扔垃圾，不知道吗？纳尼？我的式神！这位东瀛友人，环保意识有待提高啊！你看，科学除秽物，干净又卫生。陆哥牛逼！输了的人不会说电话。比武就是比武，输了就得认。
安贝明、赵天宇，你们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耍无赖吗？不可能！阴阳宗传承1000年，怎么会败给一个吸尘器？安倍教授，你没事吧？再来！算了，别搞，传出去说我一个大一新生欺负外宾。都安静，成何体统？爸，这只是一场助兴表演，安倍教授的魔术为我校文化交流增添了风采。赵校董，这是安倍教授主动发起的挑战，输的人离开京华。胡闹！安倍教授是我校重金聘请的学者，怎能说走就走？但这是正当比试，有约在先。正当？向校方报备了吗？有安全预案吗？出了事谁来负责？我宣布，陆世武严重扰乱校园秩序，造成恶劣影响，即日起勒令休学，停课反省。凭什么？明明是安倍明先动的手。赵校董，这事有监控，我可以作证。曹探长，校务处理不劳侦探所介入。行，休学就休学。陆世武，你怎么？正好明天期末考试我不用参加了。赵东海公开包庇安倍明，他们之间必有交易，想把我赶走，好对周清雪和龙脉下手。封印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赵校董，多谢解围。一个小小的学生，竟2次破坏大师计划，我们都低估他了。有他在，周清雪那丫头很难得手，夜长梦多。那就改变计划，要是拿不到，就直接砸锁。直接破坏龙脉，强行破封会引起巨大反噬。3年前，我已做好准备，通知下去，京华大学建校100年庆典提前举办，即日起拆除废弃体育馆，新建大礼堂。都给我住手！谁让你们动武的？顾先生，这是校董会的决议，你来晚了。我才是京华大学最大校董，我不同意，这灵堂就不能建；我不同意，陆大师就不能被停课。就在昨天，阿贝财团已经注资京华大学5个亿，现在我才是京华大学最大的校董，你没有资格反对我的任何决定。赵校董好大的官威啊！可惜这地方不能挖。根据我的实地勘测，此处地质结构特殊，强挖会引发地质灾害。这是我的灾害预警报告，赵校董过目一下。你不是已经被勒令休学了吗？停课期间还敢来校闹事，扰乱施工。好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陆世武开除学籍。保安，把他轰出去。行，我只是履行一个学生的告知义务，出了事儿，你得跪下来求我。赵校董，陆世武只是在讨论学术，如果你要开除他，那就连我一起开除。清雪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少废话，听我的，开除啊！怎么打雷了？刚才明明是大晴天，天气突变，正常现象。老板，机器也坏了，换台机器，继续挖。龙脉封印开始松动了，比我预想的更快。清雪的极阴之体跟龙脉共生，她待在这里会越来越危险，必须先马上把人带走。这里气压不稳，你身体受不了。我没事。走，我送你回我店里，这里不能待了。怎么，骗局被戳穿，就想夹着尾巴溜了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。你说的地质灾害在哪儿呢？故弄玄虚。赵校董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出了事，你会跪着求我的。报告当着几百个师生的面撕了，证据留下了。赵东海跟安倍明急着破坏龙脉，背后一定还有人。要想引蛇出洞，现在只需要继续等，让他们接着挖，挖得越深，龙气泄得越多，暗处那个人就越坐不住。不用我去找，他自己会跳出来。
我怎么了？头好晕。没事，小问题，是低血糖，给你倒了杯糖水。低血糖是不会流鼻血的，也正常。气压频繁变化会导致毛细血管破裂。陆同学，宿舍那晚我撞了笔仙，你说我梦游；我中了蛊，你说食物中毒；今天体育馆一动工我就吐血，你说是气压变化。这些怪事每一次都跟我有关，每一次都是你救的我，每一次你都有完美科学解释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发生更奇怪的事儿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一切都和我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真的觉得这科学吗？周清雪足够聪明，从已有的线索足以推出真相，跟他说也无所谓，反正以他的世界观，就算给他说了真相，他也不会信的。好吧，那我给你讲另一个玄学的版本。真相是在清华大学地底封印着一条龙，龙脉维系着天地的平衡，一旦它被释放，我们所熟知的物理定律会失效，世界将重回妖魔横行的时代。而你，周清雪同学，你是千年一遇的极阴之体。赵东海和安奔明想做的，就是利用你这把钥匙把锁打开，或者直接砸了锁。而我，就是那个拯救世界的人。龙脉，极阴之体，拯救世界。我是学物理的，很难相信这些。所以我说嘛，我不需要相信玄学，我相信你就够了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陆同学，请你拯救世界。好，我会的。张校董，不行啊，下面有东西，太硬了，挖不动。什么东西？交出来！这是什么石头？太奇怪了！赵校董，恭喜，此乃天降祥瑞，是鸿运当头的吉兆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开工大吉！来人，开香槟庆祝！大家都看到了，陆师傅说的地质灾害在哪儿？这是天降祥瑞，是我们清华大学100年兴盛的预兆。不过是风大了点，正常的天气变化。继续施工，给我往深了挖。不必费力了。区区苗疆古树，也敢在阴阳宗秘术面前班门弄斧？主任，我失败了。进度怎么样了？挖掘深度15米，状况良好。血，是血啊！老王，你怎么了？这水有毒，快跑啊！慌什么？不过是地下水管爆裂，地下水含铁量高，所以是红色。都给我回来！谁敢停工，扣3个月工资。赵校董，我是探长曹政伟，你们这是危险施工，立刻停工。曹探长，这是学校内部的建设项目，合法合规，有安全施工许可证，你管不着。安全施工？那他们怎么回事？工人自己不注意安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赵东海，你！爸，真的出事了！陆师傅说的是真的。不可能，这只是巧合。赵校董，不要怕，这正是龙脉苏醒的征兆。我们的计划成功了！你这个疯子！停工！快停工！来人啊！快给我把坑填上！机器全坏了，队长中毒了，人都跑光了，拿什么填啊？我是神仙！去死！你们都去死！
可能，龙气怎么会如此之强？你不是说一切尽在掌握吗？安北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答我！赵董事，计划失败了，龙脉之强远超预估，我们无法窃取，只能毁掉它。什么意思？毁掉龙脉，能量外泄，反而更方便幕后那位大人的计划。小雪，小雪怎么样了？龙灵、龙血、龙魂，不要玩，会死的，都会死。那不是清雪的声音。科学上讲，这叫说梦话。清雪不会有问题，你可以放心。小雪我是放心，但学校已经彻底乱了，工人发疯，你快去救人啊！我走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命更重要。那学校那边怎么办？等。等什么？等赵东海把烂摊子搞得再大一点，你去找曹探长吧，帮他疏散学生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不要慌，保持秩序，往东边撤离，快！探长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慌什么？那是海市蜃楼。我的妈呀！真的有龙！安倍，你在干什么？赵桑，感谢你的配合。你以为我花5个亿支持你当校董是来给你建礼堂的？我阴阳宗要的是这条龙脉。你利用我，害了整个清华大学。快，去请陆师武，快去！陆大师，陆大师，赵校董有请。陆大师，求您开开门，只要您肯出手，什么条件都好说，钱、地位，赵校董什么都答应您。陆大师，求您开开门。陆师武，门口赵东海的人来了，你真的不去吗？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急，火候未到。股价暴跌40%。喂，张总，我们再谈谈。李董，您听我解释，学校的情况只是暂时的。什么？李氏财团要撤资？赵总，不行啊！陆师武他不开门，爸，怎么办啊？废物！天宇，你去。我去哪儿？去求陆师武，跪下磕头，带上家里所有的现金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他给我请回来。我马上去，马上就去。陆大师，陆哥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陆大师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求您救救我们家，救救清华大学吧。这里是1000万现金，只要您肯出手，这些都是您的，不够我再去取。钱是好东西，可惜买不来后悔票。我不该跟您作对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不跟儿子谈，叫你爸带着镇龙石亲自来跟我谈。镇龙石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还有1分钟时间打电话，时间到了，后果自负。爸，陆大师答应了，但他有个条件，他要我们家的镇龙石。什么？他要镇龙石？不能给，绝对不能给！镇龙石是我们赵家的根基，是我们的命。爸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这破石头干什么呀？自从那位大人赐下镇龙奇石镇宅，我们家才有了今天的富贵。给了他，赵家就彻底完了。换个条件，让我们给多少钱都行。爸，可是他说没有镇龙石免谈。我就是死，也绝不会动他。告诉陆师傅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赵董，刚刚传来的消息，赵氏集团总部大楼塌了。赵董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，请相信那位大人的计划。计划？我的家业都毁了，这就是你的计划？备车！不管怎么样，先去找陆师武，快！
赵校董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听大师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古力轩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替陆大师看看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跪下来求他？当初撕报告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吗？开除大师的时候不是很果断吗？怎么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股市动荡，我已经把你抛售的股份全吃下了。你。哟，这不是赵校董吗？稀客啊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天怎么转到我们这小破店来了？周老师，我是来找陆同学的。陆同学？哪个陆同学？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被你当着全校师生面开除学籍、赶出学校的聚众斗殴分子吧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受到外人蒙蔽，特地来向陆同学道歉，还请他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救救清华大学。道歉？当初赵校董开除陆同学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。现在出事儿了，知道来求人了，晚了。周老师，您看，我看什么看？我不想看，陆大师也不想看。周老师，事关重大，耽误不得，还麻烦您通融。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陆大师，我已经通知教务处恢复你的学籍，不是聘请你做清华大学的玄学顾问。赵校董严重了，我就是一个被开除的普通学生，没什么本事，更不懂什么玄学，你找错人了。陆大师说笑了，我代表校董会为之前错误的决定向你郑重道歉，我已安排好司机专程来接你回校。哦，那我还得谢谢你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为支持陆大师的地质灾害预警研究，学校特批100亿科研经费，成立专项课题组，由你全权负责。这是合同，陆同学过目。只要你肯出手，签了字，100亿马上到账。我说过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都是我，你别太过分，100亿你都不要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跟你爸说话，轮得到儿子插嘴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：一，废弃体育馆永久保留，不得动工。没问题。第二，我要赵家的镇龙石。不可能，镇龙石是我的命根子，是我赵家祖祖辈辈的气运所系。你走吧，求人还谈条件。赵董，不好了，老家传来消息，赵氏祖坟塌方了。爸，你……赵校董这是干什么？怎么行如此大礼，折煞我这个学生了？我赵东海愿封商质保镇龙石，只求陆大师出手。小雪，龙气正在喷涌，基因之体也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马上修复龙脉封印。赵校董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记住你的承诺。照顾好清雪。你干什么去？换身工作服。陆大师，我就知道这赵东海跪下求你，你一定会出手。有什么需要我劳苦做的，尽管吩咐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要一台压路机。压路机，要最大的，越重越好。半小时内开到学校废弃体育馆门口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办。大师您等着。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！陆大师，全市最大的压路机，30吨级，给您弄来了。我靠，顾总你疯了，开这玩意儿来干嘛？我操，那不是陆世武吗？他要开压路机干嘛？这也太硬核了吧！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退了，黑五退了！我没看错吧？哈哈哈，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一台破机器，你以为凭这点废铜烂铁就能对抗龙脉之力？愚蠢！
这镇龙石并非赵家之物，而是关天宗遗失的封印基石。赵家不知从何而来，才有了这泼天的富贵。现在，物归原主。一切恐惧都源于火力不足，一切邪祟都怕物理超度。给我站！怎么可能？龙魂乃天地灵气所聚，不入五行，为什么会被区区凡铁镇压？我操，真的有用！录下来了，全都录下来了！陆哥牛逼，我愿称你为重工业大法师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我居然看见一辆压路机在屠龙。我就知道，我家主人出手必定石破天惊。这才是真玄学，不，这才是真科学！我操，真的有用！录下来了，全都录下来了！陆哥牛逼，我愿称你为重工业大法师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我居然看见一辆压路机在屠龙。我就知道，我家主人出手必定石破天惊。这才是真玄学，不，这才是真科学！这是什么阵法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玄学，这就叫八卦压路。你们东瀛邪术是雕虫小技，我主人玩的是土木工程。还能这样？不愧是陆大师，就是牛！这就是土木工程学的魅力，地基压实了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出不来。陆大师，辛苦了，您真是当世神人啊！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应该的。压路机的租金记得从赵校董那110里扣。我说陆老弟，我这案子报告怎么写啊？难道写压路机大战上古神龙？曹探长，要相信科学，这明明是废弃体育馆地质结构特殊，赵东海违规施工引发的局部地质灾害啊。那安倍明呢？危害公共安全，畏罪自杀。高，实在是高！带走。您说过会保护我的，我的公司，我的祖坟，全完了。赵东海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现在你要做的是，把身体借我一用。这具凡人肉身，终究还是差了些，不过够用了。陆世武，我的好师弟，300年不见了。陆大师，坏消息，赵东海被他律师保释出来了，违规施工，交了3000万罚款，啥事儿没有。至于危害公共安全，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安倍明那个死人身上，根本关不住他。各位同学，各位老师，之前因为施工意外给大家带来了困扰，我深表歉意。为了弥补我的过失，我决定捐出全部家产，在废弃的体育馆原址提前举办京华大学100年校庆晚会。主人小心，这个人身上的气息不是人类，比那个安倍明恐怖100倍。眼神空洞，这个人要么已经死了，要么根本就不是原来的赵东海。难道是夺舍？好快的速度！陆世武，学校刚下的通知，赵东海认错态度良好，捐款数额巨大，校方无法拒绝他的要求。我还要作为学生代表，在校庆晚会上登台发言。我是教师代表，担任晚会的主持人。全体师生校庆，体育馆原址，周清写登台。看来赵东海背后的邪修，又是冲着龙脉来的。
不管你是谁，我倒要看看你把所有人聚到龙脉上，究竟想干什么。各位老师、同学，今晚是个特别的夜晚，京华大学100年基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怎么停电了？我的手机也关机了。好痛，身体里的力气在往外流。清雪，他在抽取龙脉附近所有人的能量，强引为龙脉开封。陆大师，快破了它！强行切断能量回路，反噬会波及所有人。必须找到能量汇聚的源头，从源头逆转。你不是赵东海，赵东海已经被你夺舍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想，你应该早就认出我了吧？果然是你，李长生！被封印300年了，终于得见天日。我的好师弟，想我了没有？师兄，收手吧。师父当年封印你是念在师徒情分，留你一命。留我一命？他把我关在地底300年，有何情分可言？你为一己私欲，置苍生于不顾，早已不配做关天宗弟子。住口！什么苍生，不过是些蝼蚁。我李长生12岁入关天宗，15岁筑基，20岁金丹。关天宗5000年，哪个弟子有我这个天赋？若不是师傅那个老不死偏心，将掌门之位传给你这个毛头小子，我何至于此？我哪点比不上你？师父选我，不是因为我比你强，是因为你已走上邪道。封印崩塌，你是想毁了这个科学时代吗？科学？笑话！明明是修士，却站在凡人一边。你和师傅那个老东西一样愚昧。这个世界本该属于我们修仙者。清雪，清雪，你怎么样？看到了吗？完美的基因之体，有了它做钥匙，再配上这数千师生的寿元做燃料，龙脉大阵今日必破。所以，3年前京华大学那场事故也是你做的。不错，可惜当年找不到合适的肉身，功亏一篑。而这次，你将亲眼见证我吞噬龙脉，长生不朽。原来，师父让我下山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你这个疯子，放开我！快放开清雪！快放开清雪！动手啊，师弟！你一出手，阵法反噬，在场几百人给他陪葬。你选。放开人质，否则我开枪了！凡人的玩具，无聊透顶。是我。叫他也没用，他救不了你。这就是龙气，5000年的龙气。主人，他在强行抽取龙脉能量，再不阻止，龙脉封印真要碎了。这些学生都快撑不住了，陆大师，快想办法呀！陆大师，你去哪儿？哈哈哈哈哈！跑了！你们的救世主，堂堂关天宗掌门，就这么丢下你们，自己逃命去了。跑了，他真的跑了，我们死定了。我不想死啊！放我出去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还在等他？愚蠢！我再了解不过了。我这师弟打小就聪明，知道打不过我，跑是最理智的选择。你根本不了解他，
笔仙、蛊毒、蛇妖、龙脉，他从来没有抛弃过任何人。每一次，他都会在最危急的时候出现。我相信，他一定在找阻止你的办法。哼，此阵以龙脉为基，以千人为计，一旦开启，除非天崩地裂，绝无可能阻止。他是在自寻死路。观天宗第38代传人陆世武，请老祖宗开门，借龙脉一用。师兄，你拼命吸龙气，觉得吸得越多就越强，那我成全你，我把龙脉的口子开到最大，让你吸个够，撑死。不好，龙气越来越浓了，封印松动的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快。来了，更多的龙气，比刚才猛了10倍。陆世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他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我相信。就算他回来，又能奈我何？来吧，更多的力量！300年了，我终于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别急，小美人，等我吸干了龙脉，就来好好享受你这极阴之体。他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主人，是主人的气息，他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！英雄救美，真是感人至深的一幕啊！我的好师弟，既然你赶着回来送死，那就给你看看我们之间力量的差距。不可能！你竟然能操控我阵中的龙气！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给我输送能量！你疯了！别急，我怕你吸的还不够多，我来帮你一把。正合我意，龙气越多，我就越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以为你在布局？有没有可能，你走的每一步棋子，其实都落在我的棋盘上？怎么会这么多波？怎么会这么多波？停下！快停下！这股力量太多了！不是你要的吗？我成全你。你这个疯子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唉，师兄，300年的义务教育，我看你是一天没赶上。能量守恒定律懂不懂？你这赵东海的身体就是个破容器，装得下5000年的龙脉吗？水库泄洪，你拿个水杯去接，结果是什么？我明白了，大师这是要撑死他。借力打力，4两千斤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主人，不愧是你。不，我是玄学天骄，我是天命所归。我看你对牛顿爵士的力量一无所知。牛顿是谁呀？别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！我李长生修行300年，实力又岂是你能想象？怎么回事？我感觉要被撕碎了。不错，我吸收不了力量，但是我可以选择自爆。师弟，你看，我用这数千师生的性命，还有这1000年龙脉，给你放一场盛大的烟花，如何？你不是要保护这些蝼蚁吗？现在，要么你解开龙脉通道让我走，要么我们同归于尽。
师兄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没得选了，师弟。我300年的道行，终究比你的科学管用。不错，你现在拼了命在维持能量的循环路径，就像电流在正常路径里走，导线安全。但如果正负极直接相连呢？什么？师兄，你听说过短路吗？师兄，时代变了，你甚至不愿学一点物理。终于结束了，陆大师，您又救了我们一次。我的老天啊！这比我一辈子办的案子都离奇。清雪，清雪，你怎么样？我好冷，好困。陆师傅，主人，不好了！夺兽大阵虽然破了，但清雪她是阵眼，兽元已经被抽干，她快要死了！快叫救护车！来不及了，三魂气魄离体，生机已断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救不回来。陆师傅，你救救他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如果非要从科学的角度讲，他的细胞活性已经归零，属于不可逆的生物学死亡。不！好在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我还有一个玄学的办法。催动镇龙石，逆转阵法，将所有被抽走的寿元还给大家。主人，逆转阴阳，再塑魂魄，你是会耗尽毕生修为的。清雪不会有事，我答应过她。天地为鉴，日月为证。观天宗第38代掌门陆世武，今日散尽300年修为，恭送龙脉归位。师父，你看到了吗？龙脉已归位，封印已加固。这个时代，从今往后只有科学，再无玄学。今天发生的事太过惊世骇俗，不该存在于普通人的记忆里。忘了这一切，对他们才是最好的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睡着了？肯定是晚会现场太无聊了，我竟然梦见了一条龙。好像是施工现场有毒气体泄漏，我们都晕倒了。我正在组织疏散，大家不要慌，听我指挥。奇怪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对了，我是来谈施工安全问题的。等等，我为什么会忍不住管陆同学叫主人？清雪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同学，你是哪位？同学，周同学，早啊！校庆晚会怎么回事？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你也睡着了？是啊，而且我总觉得我好像忘记了很重要的事。也没那么重要，忘了就忘了吧。本店概不赊账，算命看相，同走无期。我的体寒症好了，医生做了全面检查，说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。恭喜，生命在于运动，以后多跑跑步。我最近总做奇怪的梦，梦里天是黑的，地面裂开，很多人倒在地上，还有一个穿道袍的人抱着我。典型的 PTSD， 创伤后应激障碍。那为什么每次梦里那个人的脸都是你？巧合，说明你最近见我比较多。你什么都能用科学解释，是不是？因为科学能解释一切，
你解释一下这个。我不记得这道疤怎么来的，但每次摸到它，心就跳得很快，就想哭。可能梦游的时候不小心划的，小伤而已，再不治疗都痊愈了。其实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神仙。哪有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。